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流逝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并非宇宙的绝对法则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早就告诉我们，时间是相对的，可弯曲的。在黑洞附近，时间会显著变慢，而如果宇宙开始收缩，时间不仅仅会变慢，它会开始倒流。这听起来违反直觉，因为我们本能地认为时间只有一个方向，但在物理学的深层逻辑中，时间的方向性其实来自一个基本的事实：熵增。熵是描述混乱程度的物理量。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，封闭系统的熵总是增加的，鸡蛋会破碎，但破碎的鸡蛋不会自动复原；香水会扩散，但扩散的香水不会自动聚拢。我们感受到的时间流动，实际上就是宇宙熵增的方向。但在宇宙收缩的阶段，宇宙开始变得更有秩序、更集中。星系不再四散，而是开始聚集；能量不再扩散，而是开始汇聚。熵开始减少，时间开始倒流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有人在那时出生，他可能会经历一个完全反向的人生。他会从衰老走向年轻，从死亡走向诞生。他会记得未来，而忘记过去。因果关系会完全颠倒，先看到结果，后看到原因；先听到爆炸，后看到引线点燃。这不是天方夜谭，而是基于物理定律的合理推演。当然，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观测者来说，他们不会意识到时间在倒流，因为他们的思维、他们的感知、他们对因果的理解，都会随着时间的反向而反向调整。对他们而言，正常的时间依然在向前流动，只是这个向前的方向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方向相反。设想你正站在宇宙收缩的起点，回望今天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看到138亿年的宇宙演化正在你眼前快进播放。恒星从诞生到死亡，星系从碰撞到合并，生命从诞生到消亡，一切都以倒放的速度在你眼前掠过。这不是一部灾难片，而是一部跨越100亿年的史诗纪录片，只是片长只有几万亿年，而你必须在观众席上做完全程。对于那时的观测者来说，我们此刻正在听这段文字的你，反而成了未来的存在。他们的过去中包含着我们认为的未来。这种认知的错位不是谁的错误，而是时间本身的性质在宇宙尺度上的有趣体现。时间倒流最有趣的影响体现在信息传递上。在我们现在的宇宙中，信息从过去传向未来，因果链条清晰明了。但在时间倒流的宇宙中，信息开始从未来传向过去。一个你还未发出的短信，可能已经在你收到它之前被对方读到了。这不是悖论，只是时间在更高维度上重新排列了因果的顺序。物理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。如果时间真的倒流，我们的记忆、我们的历史记录、我们对过去的所有认知会发生什么？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假说，其中一种观点认为，在时间倒流的世界里，观测者不会感觉到时间在倒流，因为他们的意识也在同步反转。他们会认为自己一直活在正常的时间里，只是这个正常的时间方向与我们今天的方向完全相反。
这是一个令人眩晕的哲学困境。如果时间倒流，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会变成对未来的预见，我们会记得还没发生的事，而忘记已经发生的事。这种存在方式对我们今天的人类来说完全是陌生的，但谁又能说哪种方式才是真正的时间流动呢？也许时间本就没有绝对的方向，过去和未来只是我们这个特定时刻的观测者赋予它们的标签。在宇宙的更深层次，过去和未来是一体的，就像一张纸的两面，无论你怎么看，它们都是同一张纸的不同视角。让我们把目光从时间的抽象中移开，看看宇宙收缩会如何改变夜空的面貌。今天，当你抬头仰望星空，你看到的是一个不断膨胀的宇宙。银河系以外的所有星系几乎都在远离我们，离得越远，远离的速度越快。这就是著名的哈勃定律。宇宙的膨胀把星系彼此分开，就像一个正在被吹大的气球表面上的斑点。但在宇宙收缩的模式下，这个过程完全反转了。最初，这种变化几乎不可察觉，星系远离的速度开始减缓，它们在空间中的运动开始减速。但随着宇宙收缩的加速，这种变化变得越来越明显，星系不再飘向远方，而是开始向彼此靠近。首先是本星系群中的矮星系，这些几十亿年来一直绕着银河系旋转的小型星系，会开始加速向银河系的中心坠落。它们不是继续在轨道上运行，而是像被某种引力吸引的落叶，开始螺旋式地坠向银河系的中心区域。在几亿年的时间里，大麦哲伦云和小麦哲伦云会并入银河系，仙女座星系会与银河系相撞合并。这在我们的宇宙中发生在几十亿年后，但在宇宙收缩的模式下，这个过程是倒放的。仙女座星系正在以每小时40万公里的速度向银河系飞来。在我们现在的宇宙中，这场碰撞发生在40亿年后，但如果宇宙开始收缩，这场碰撞会提前到来，不仅提前，而且以相反的方式发生。星系不会碰撞后会分离，而是碰撞后会彼此弹开，然后继续远离彼此，直到宇宙收缩的引力把它们拉回来，再次碰撞。这不是简单的重复，而是一种复杂的宇宙舞蹈。星系在收缩的宇宙中反复碰撞、合并、分离，再碰撞。每一轮碰撞都会点燃新的恒星形成，释放巨大的能量。夜空会变得越来越明亮，越来越混乱，越来越壮丽。当宇宙收缩进入更深的阶段，数十亿光年外的星系也会开始向彼此聚集，星系群会合并成星系团，星系团会合并成超星系团。宇宙的大尺度结构，那些由无数星系构成的宇宙长城和空洞会开始坍塌。想想你站在那时的一个行星上，仰望天空，夜空不再是一片黑暗中的零星光点，天空本身会变得明亮起来，不是一颗颗的星光，而是由无数星系汇聚成的辉光。宇宙会变得拥挤，恒星之间的距离会急剧缩短。在某些方向，你可能会看到一片连续的光芒，那是无数颗恒星合并成的光辉。这种景象对我们今天的人类来说是完全陌生的。我们习惯了空旷的宇宙、稀薄的星光、漫长的星际虚空，
但在宇宙收缩的晚期，宇宙会变得极其稠密，恒星之间的距离会从几光年缩短到几天文单位，甚至更近。如果那时有观测者存在，他们可能看不到真正的夜空，因为恒星的光芒会从各个方向照亮天空，使得黑暗永远消失。星系合并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壮观的天文事件，超大质量黑洞会吞噬大量物质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，形成类星体和活动星系核。气体云会剧烈碰撞，触发大规模的恒星，形成爆发。天文学家称之为星爆。曾经分散在数十亿光年范围内的物质，现在被压缩到越来越小的空间里。这听起来像是宇宙的末日，但换个角度看，这何尝不是宇宙的重生？物质被重新聚集，能量被重新浓缩，宇宙正在为下一次大爆炸做准备。收缩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个循环的开始。从哲学的角度看，星系的归途让我们反思存在的意义。我们总是认为宇宙在无限膨胀，星系在彼此远离，但如果它们注定要回来，为什么要一开始就走散？也许宇宙的膨胀和收缩是一个永恒的循环。膨胀是分散，收缩是聚集。膨胀是分离的试验，收缩是重逢的期待。如果宇宙真的在收缩，那些曾经以为永远分离的星系，此刻正在彼此靠近。它们跨越了数百亿光年的距离，穿越了无尽的虚空，只是为了再次相遇。这不是悲剧，而是一种宇宙尺度的浪漫。在宇宙收缩的早期，一个最微妙却也最有趣的改变发生在光的行为上。我们已经习惯了光从遥远的恒星出发，穿越数十亿光年的空间，最终到达我们的眼睛。光是宇宙的信使，它携带着遥远星系的信息，在漫长的旅途中穿越时空。我们看到的每一颗星星都是它数十亿年前的样子，因为光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。但在宇宙收缩的模式下，光的行为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由于空间本身在收缩，光在空间中传播时，不仅在空间里运动，还被空间的收缩所影响。光仍然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在空间中穿行，但由于空间本身在向内收缩，光的实际位移会被加速。想象你在一条向前移动的传送带上走路，即使你的步伐速度不变，你相对于地面的移动速度也会被传送带的速度加成。当宇宙收缩加剧，这个效应会变得越来越明显。光开始逆流而上，它不仅在空间中传播，还被迫在收缩的空间中逆行。从遥远恒星发出的光，现在需要对抗空间收缩的力量才能到达观测者。对于那些非常遥远的星系，它们的光可能永远无法到达，因为空间收缩的速度超过了光传播的速度。这意味着，在宇宙收缩的某个阶段，宇宙会变得不可观测。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宇宙边缘，那个叫做宇宙世界的边界会发生变化。随着空间收缩，可观测的宇宙范围会缩小。曾经能够到达我们的光，现在被收缩的空间推回去了。宇宙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，一片一片地。这引发了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：在那个时代，天文学家会如何理解他们的宇宙？他们会看到越来越少的星系，越来越小的
可观测范围。他们可能会认为宇宙在死亡，因为从他们的视角看，星系正在从宇宙中消失。他们永远不会知道，在他们的可观测范围之外，宇宙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演化。光的回溯还带来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，由于光被空间收缩所扭曲，观测者看到的天体位置会发生偏差。他们会看到星系在错误的位置上，因为光走过的路径被空间收缩所改变。实际上，对于收缩中的宇宙中的观测者来说，距离和位置的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。空间的几何结构在不断变化，曾经的测量标准不再适用。如果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看到宇宙收缩中的光线传播路径，我们可能会看到一幅完全扭曲的画面。光线不再沿着直线传播，而是沿着弯曲的路径行进，这是因为空间本身在收缩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，质量会弯曲时空，而在宇宙收缩的极端条件下，时空的曲率会达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程度。设想一个来自遥远星系的光子，它在宇宙收缩的早期出发，想要到达一个遥远的观测者。在它出发的时候，那两个星系还相距数十亿光年，但随着宇宙收缩，这个距离在光子飞行期间急剧缩短。当光子最终到达目的地时，他会发现，那个曾经距离他数十亿光年的星系，现在就在他眼前。光子走了数十亿年的旅程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宇宙本身缩小了，使得原本遥远的距离变得近在咫尺。这意味着，对于时间倒流中的观测者来说，光的旅程可能完全相反。他们会看到光从近处出发，飞向远处。这不是因为光在倒飞，而是因为他们感知时间的方式已经改变了。对他们来说，光的行为是完全正常的，只是这种正常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方向相反。从更深的角度看，光的回溯让我们意识到，光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，更是空间和时间的指示器。当光的行为改变，说明空间和时间本身的结构正在改变。我们通过光看到的宇宙，实际上是我们通过时空结构看到的宇宙。当时空结构收缩，光会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宇宙的全新故事，一个倒放的故事。如果说前面的章节描述的是宇宙的外观变化，那么这一章要描述的是宇宙的内在变化，温度的变化。今天我们的宇宙整体温度大约是零下270摄氏度，仅比绝对零度高不到3度。这是大爆炸后138亿年宇宙膨胀冷却的结果。宇宙正在变冷，星系正在冷却，恒星正在失去热量。我们的宇宙是一个正在降温的宇宙，但在宇宙收缩的模式下，这个过程完全反转。收缩中的宇宙，物质密度开始增加。当物质被压缩，分子运动会加剧，这就是热能的本质。温度是分子平均动能的度量。当宇宙开始收缩，物质被推向更小的空间，它们的运动会加速，温度会上升。宇宙不再冷却，而是开始变热。这个过程是渐进的，但也是不可阻挡的。首先升温的是星系之间的气体，这些散布在星际空间的氢和氦会被收缩的引力拉向星系中心。当它们坠落时，会获得动能，摩擦加热。星系之间的空间不再是一片寒冷虚空，
而是逐渐变得温热。然后是恒星本身，当宇宙继续收缩，恒星之间的平均距离缩短，在某些区域，恒星会开始彼此靠近。当它们足够接近时，恒星的辐射会相互加热。曾经孤独燃烧的恒星，现在被同伴的光芒包围。在某些密集团块中，夜空不再是黑暗的，而是被无数恒星照亮的，类似于我们今天在星系中心看到的密集星光。当宇宙收缩进入更深阶段，恒星之间的碰撞开始频繁。这不是毁灭性的碰撞，恒星太小了，相撞的概率仍然很低，但偶尔的碰撞和近距离接触会释放能量，进一步加热周围的物质。气体云被压缩，触发新的恒星形成，整个宇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恒星工厂。温度的上升还会带来一个微妙但重要的变化，化学反应的速度会加快。在我们现在的宇宙中，化学反应在星际空间中极其缓慢，因为温度太低，分子运动太慢。但在高温宇宙中，化学反应会加速，复杂的分子更容易形成，也更容易被破坏。这可能对生命的存续产生深远影响。如果那时还有生命存在的话，更极端的变化发生在宇宙的更大尺度上。当星系团彼此靠近，它们的引力会相互作用，引力势能转化为动能，动能转化为热能。整个宇宙就像一个被压缩的气体罐，内部压力越来越高，温度越来越高。在这个阶段，宇宙的整体温度会达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程度，数百度、数万度、数百万度。当宇宙收缩到极致，温度可能会达到与早期宇宙相似的高温，那个在大爆炸后不久存在的温度。宇宙正在回溯它的演化历史，从膨胀冷却的今天回到收缩升温的过去。这个过程有一个优雅的物理学解释：宇宙的能量密度在收缩中增加。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，能量和质量可以互相转换。当宇宙收缩，物质密度增加，相应的能量密度也增加。这个增加的能量表现为更高的温度。从热力学的角度看，宇宙收缩是一个熵减的过程，但这不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，因为第二定律的适用条件是封闭系统。宇宙本身不是一个封闭系统，它是时空本身。当时空的结构改变，熵的定义也会改变。在收缩的宇宙中，熵减是自然的、必然的，因为系统的初始条件在改变。有趣的是，温度的升高意味着宇宙正在回忆它的早期状态。当温度攀升到足够高的程度，物质会分解成等离子体、原子核和电子分离的极热状态。在大爆炸后的最初几分钟里，整个宇宙就是这种等离子体状态。如果宇宙收缩到那个状态，它就忘记了它后来演化出的所有结构恒星、星系、行星、生命，所有这些都融化在极端的高温中，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。这让我们思考，如果温度继续升高，宇宙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这把我们带向了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宇宙的终极命运。当宇宙收缩进入最终阶段，时空本身开始坍缩。这不是简单的物质聚集，而是空间结构的收缩。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，空间不是静止的背景，而是动态的、可弯曲的实体。在宇宙收缩的极端条件下，空间本身开始向内坍塌。这个过程是缓慢的、不可察觉的，
但对整个宇宙的命运至关重要。首先是宇宙的尺寸开始缩小，这不是物质向中心聚集的收缩，宇宙没有中心，而是空间本身的尺度在缩小，所有距离都在缩短，所有尺度都在减小。曾经以10亿光年计的宇宙尺度，现在开始收缩到亿光年、万光年，直到更小。在这种极端的时空条件下，物理定律本身可能会发生变化。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，我们今天用来描述宇宙的2大理论，在极端条件下可能需要统一。一些理论物理学家认为，在普朗克尺度大约 1.6 乘10的-35次方米上，时空可能不是连续的，而是由某种更基本的量子构成的。当宇宙收缩到这个尺度，时空的量子性质会显现出来。但在我们能够达到那种极端条件之前，宇宙会发生更戏剧性的变化。在宇宙收缩的某个阶段，黑洞会成为主导。当星系合并，当物质密度增加，当引力压倒所有的排斥力，黑洞会开始形成、增长、合并。数十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会相互碰撞，形成更大的黑洞。整个宇宙中的物质会逐渐被黑洞吞噬。这不是一瞬间的过程，而是持续数十亿年的演化。黑洞会变得越来越大，它们的引力会越来越强，它们会吞噬周围的恒星、气体，甚至其他黑洞。最终，整个宇宙可能只剩下少数几个巨大的黑洞，在收缩的空间中彼此靠近。在这个阶段，时间的感觉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由于时空的极端弯曲，时间的流速会变得不均匀。在某些区域，时间几乎停滞；在另一些区域，时间可能以极快的速度流逝。对观测者来说，时间不再是可靠的标尺，它会在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速率流动。当宇宙收缩到极致，时空可能会达到一个起点，那个在138亿年前大爆炸开始的起点。在起点处，所有已知的物理定律都会失效，温度、密度、时空曲率都会变成无穷大。在那个点上，我们今天理解的所有关于宇宙的知识都会归于无效。这就是宇宙收缩的终点，一个类似于大爆炸起点的状态。如果我们相信某些宇宙学理论，那么在这个起点之后，新的宇宙可能再次大爆炸，开始新一轮的膨胀。宇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存在，而是一个永恒循环的实体，膨胀、收缩、再膨胀、再收缩，无穷无尽。这个想法有一个优雅的名字：循环宇宙论。在这个途径中，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，它的膨胀只是为下一次收缩做准备，它的大爆炸只是上一次坍缩的结果。时间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束，只有永恒的循环。当然，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。宇宙学理论还有很多未解之谜，循环宇宙论只是众多假说之一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如果宇宙真的收缩，它不会简单的结束，它会转化为另一种形式，为新的开始做准备。从哲学的角度看，时空的坍缩让我们思考虚无的本质。当一切都归于虚无，当时空本身都不复存在，我们如何定义存在？也许虚无不是真正的什么都没有，而是我们无法用今天的概念去理解的一种状态。在那个起点之外，我们的语言和思维都会失效。
但这不是绝望的时刻。如果循环宇宙论是正确的，那么虚无之后会有新的存在，旧宇宙的消亡是新宇宙诞生的前提。我们今天的宇宙可能是上一个宇宙坍缩后的重生，我们仰望的星空可能是上一个宇宙的遗迹，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可能都经历过上一次宇宙的极端高温，这让我们与宇宙的联系变得更加深刻。我们不只是生活在这个宇宙中，我们就是这个宇宙本身，是它数十亿年演化的产物，是它即将回归的原点的先驱。宇宙收缩最深刻的哲学含义，可能体现在因果关系上。在我们今天的宇宙中，因果关系是单向的，原因在前，结果在后，这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。我们因为做了某件事，所以得到某个结果。我们因为太阳发光，所以地球得到温暖。我们因为星系燃烧燃料，所以恒星最终死亡。因果链条清晰，必然不可逆转。但在宇宙收缩中，这个链条会断裂、重塑、倒置。当时间倒流，事件的发生顺序会完全反转。一个在我们今天认为是原因的事件，在宇宙收缩中会变成结果。恒星死亡会先于恒星诞生，星系碰撞会先于星系形成。宇宙中的熵减意味着曾经不可逆的过程现在开始可逆，或者说它们的不可逆性质本身发生了倒转。这不是简单的时间倒放，在真正的物理意义上，原因和结果会交换位置。设想一个化学反应，在我们现在的宇宙中，反应物结合生成产物。在时间倒流的宇宙中，产物会选择变成反应物，不是因为它们记得曾经是反应物，而是因为在那个时间方向上，这就是自然的物理过程。所有化学反应都会向相反的方向进行，就像我们的宇宙中的逆反应一样。这引发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：如果因果倒置，那么自由意志还有意义吗？在今天的宇宙中，我们相信我们的选择会影响未来。我们因为做出某个选择，所以得到某个结果。但在因果倒置的宇宙中，情况恰恰相反，未来会影响过去。我们的选择可能实际上是由尚未发生的结果决定的。这听起来像是宿命论，但又不完全是，因为在那种宇宙中，决定和选择的概念本身可能已经改变。当然，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，因为如果我们生活在时间倒流的宇宙中，我们不会感觉到因果是倒置的。我们会认为原因在前，结果在后，就像我们今天这样。对我们来说，时间依然是向前流动的，只是这个向前的方向与另一个时间方向上的观测者理解的不同。因果倒置还带来了一个有趣的认识论问题：我们如何知道因果关系的方向？我们之所以认为原因在前，结果在后，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无数次观察到这个模式。鸡蛋破碎，牛奶打翻，这些事情总是从有序向无序发展。我们用原因和结果来描述这些事件，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框架来理解世界。但这个框架不是绝对的，它依赖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熵增的宇宙中。当宇宙收缩，因果的框架会改变，那时的观测者会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因果观念。对他们的观测来说，原因依然在前，结果依然在后。
只是这套观念的内容与我们的完全不同。对他们来说，时间是正常流动的，只是这个正常与我们理解的方向相反。这种认知的相对性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深深地受到我们自身存在条件的影响。我们不是看到宇宙的本来面目，而是看到我们能够理解的宇宙的面目。宇宙的真面目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范围。从更深的哲学角度看，因果倒置暗示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可能性。也许过去和未来是同时存在的，在某个更高维度的视角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不是一个接一个发生的序列，而是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。我们之所以感受到时间的流动，只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四维时空中的生物，我们只能在时间的一个切面上存在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宇宙收缩不是改变了时间的方向，而是揭示了时间的真正结构，那个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数学推演才能窥见的结构。在那个结构中，膨胀的宇宙和收缩的宇宙是一体的，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。这个想法让我们对存在有了新的理解。我们不只是存在的观测者，我们就是存在本身。我们的每一个选择、每一个思考、每一个感受，都在参与塑造这个我们同时是其中一部分的宇宙。因果不只是物理学的关系，它是我们理解自身存在的框架。在一个宇宙正在收缩的世界里，生命会怎样？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只能猜测。但基于我们对生命和宇宙的理解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推演。首先，在宇宙收缩的早期，生命可能还能继续存在，恒星仍然在燃烧，星系仍然在演化，行星仍然在绕着它们的太阳转动。对那些行星上的生命来说，宇宙似乎没有什么不同，除非它们足够聪明，能够观测到宇宙学尺度的变化。那些智慧生命可能会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现象：星光在颜色上发生了变化，由于多普勒效应的反向作用，光开始向蓝端偏移，星系的光谱出现异常，那是宇宙正在收缩的信号。他们可能会发展出新的宇宙学理论，来解释这些在他们看来异常的观测数据。但随着收缩加剧，生存会变得越来越困难，恒星的演化会加速。在收缩的宇宙中，燃料消耗得更快，不是因为恒星工作得更努力，而是因为它们与同伴的距离更近，相互影响更强。曾经能燃烧数十亿年的恒星，现在可能在几百万年内就燃尽燃料。红矮星，我们今天宇宙中最长寿的恒星，也会加速演化，膨胀成红巨星，然后变成白矮星、中子星，最后是黑洞。行星的环境会急剧恶化，当主恒星膨胀变热，行星的表面温度会飙升，海洋会蒸发，大气会被剥离，生命会面临灭顶之灾。那些幸运地绕着红矮星旋转，处于宜居带的行星，我们自己地球的处境可能会在收缩的某个阶段失去它们的恒星。即使有些生命能够适应，它们也会面临更大的威胁。黑洞，当黑洞开始在宇宙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它们会成为生命的最终威胁。黑洞会吞噬周围的一切恒星、气体，甚至光本身。对生活在某颗行星上的生命来说，知道一个巨大的黑洞正在向他们的星系靠近，可能是一种比任何灾难都更深的恐惧。
但也有一些生命可能会找到出路。那些掌握了高超技术的文明，可能能够建造戴森球包裹整颗恒星的巨大结构来收集能量，逃离黑洞的引力。他们可能会建造世代飞船，在收缩的宇宙中寻找最后的避难所。但当整个宇宙都在坍缩，避难所又在哪里？最终，所有的生命都会消亡，不是因为某个特定的灾难，而是因为宇宙本身的条件已经不适合任何已知的生命形式。当温度飙升到数百万度，当时空结构极度扭曲，当所有的物质都被吸入黑洞生命，这个宇宙中短暂的奇迹将会画上句号。这听起来很悲伤，但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，如果宇宙真的是循环的，那么消亡不是终点。今天消亡的生命，在下一个宇宙中会以另一种形式重生。也许下一个宇宙中的智慧生命会仰望星空，想知道他们的宇宙是如何开始的，就像我们今天想知道我们自己的宇宙是如何开始的一样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的宇宙，我们的宇宙，其实是同一个宇宙的不同阶段。从宇宙的角度看，生命的存在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。138亿年的宇宙历史中，生命只出现了几十亿年。即使算上宇宙收缩的时间，生命相对于宇宙的寿命依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片段。但正是这个片段，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宇宙。即使我们最终会消失，我们曾经看过这个宇宙，思考过这个宇宙，理解过这个宇宙。宇宙收缩的最终途径是一个回归原点的旅程。当所有物质被吸入黑洞，当所有黑洞彼此合并，当宇宙收缩到一个起点，那个我们今天称之为大爆炸的起点的状态，我们可以说，一个宇宙的旅程结束了。但这真的是结束吗？根据某些宇宙学理论，答案是否定的。在那个起点之后，某种新的过程会发生，一个新的大爆炸，一个新的宇宙开始。我们的宇宙不是唯一的宇宙，而是无数循环中的一个。每个宇宙的终结都是下一个宇宙的开始。这个想法让我们能够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待我们的存在。想一想，此刻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经历过上一次宇宙的极端条件。138亿年前，这些原子还不是原子，它们是夸克和胶子的混合物，在大爆炸后的几分钟内被创造出来。数十亿年后，这些粒子形成了氢和氦气体，这些气体形成了恒星，恒星爆炸后产生了更重的元素，这些元素最终形成了地球，形成了生命，形成了你。你是宇宙演化的产物，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曾是某颗恒星的一部分。你与宇宙的联系比你想象的更深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你不是在宇宙中，而是宇宙本身，一个能够思考、能够感受、能够理解自身的宇宙碎片。如果宇宙真的是循环的，那么这种联系就延伸到了时间之外。你不只是这个宇宙的孩子，你也是上一个宇宙的遗产。你身体里的原子可能曾经属于某个古老的星系，某个消失的文明，某个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的存在。你是跨越宇宙周期的存在。这种思考不是虚无缥缈的玄想，而是基于我们今天对宇宙的理解。宇宙学观测显示，宇宙的组成中有大约68%，
是暗能量，27%是暗物质，只有5%是我们熟悉的普通物质。这些暗能量和暗物质的性质我们还不完全了解，但一些理论认为，暗能量可能与宇宙的加速膨胀有关，而当宇宙收缩时，暗能量的作用可能相反。循环宇宙论还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：如果宇宙是无限循环的，那么时间是否有起点？在稳态宇宙模型中，宇宙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。在大爆炸模型中，宇宙有一个确定的起点，但在循环宇宙模型中，起点的概念变得模糊，因为每个循环的终点就是下一个循环的起点。如果这个循环是永恒的，那么时间就没有真正的开始。如果这个循环有第一个循环，那么时间确实有一个起点，但那是一个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的问题。这些问题超出了我们今天能够回答的范围，但它们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对宇宙的理解还远远不够。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，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更多。正是这种无知驱动着我们去探索，去追问，去理解。当我们站在宇宙收缩的终点回望，我们看到的不是虚无，而是一个新旅程的起点。如果循环宇宙论是正确的，那么我们的宇宙正在为下一个宇宙的诞生做准备。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即将成为上一个宇宙的宇宙中。我们的后代可能永远不知道我们曾经存在过，但他们会继承我们留下的遗产、物质、能量，以及理解宇宙的渴望。从更温暖的角度看，宇宙的轮回让我们不再害怕终结。终结不是虚无，而是转化。每一次消亡都是下一次诞生的前提。每一颗死亡的恒星都孕育着新恒星的种子。每一次宇宙的收缩都为下一次大爆炸积蓄能量。没有什么是真正消失的，它只是变成了别的东西。这也许是宇宙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课。没有什么是永恒的，但一切都在循环。星星会死，但它们留下的物质会形成新的星星。生命会消失，但它们留下的信息会启发新的生命。宇宙会坍缩，但坍缩的宇宙会孕育新的宇宙。这就是存在的本质，不是静止的永恒，而是永恒的流动。我们是这股流动的一部分，我们与宇宙同在。无论宇宙膨胀还是收缩，无论时间向前还是向后，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宇宙的一个奇迹。假如我们能够站在宇宙之外，旁观宇宙的膨胀和收缩，我们会看到什么？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假设，因为我们不可能真正站在宇宙之外。我们永远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。但通过这个思想实验，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趣的洞见。想象你是某个更高的存在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存在，而是概念意义上的存在。你能够看到整个宇宙的演化，像观看一部快进的电影一样。你会看到宇宙从一个起点开始膨胀，物质和能量在空间中扩散，恒星和星系形成、演化、消亡，宇宙持续膨胀、冷却，直到某个时刻膨胀停止，收缩开始。在收缩的阶段，你会看到相反的过程，星系开始靠近，温度开始上升，宇宙开始升温，物质不再扩散，而是聚集，黑洞开始形成、合并、吞噬一切。最终，整个宇宙回到一个起点，然后一切重新开始。
对你来说，这部电影没有结束，膨胀和收缩是一个永恒循环的两半。每一个膨胀的宇宙都是上一个收缩宇宙的重生，每一次循环都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。也许在某些循环中，物理定律略有不同，物质和能量的分布略有不同，智慧生命的形态略有不同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宇宙中，这个宇宙有数万亿个星系，每个星系有数万亿颗恒星，每颗恒星都在燃烧，为周围的行星提供能量。地球是这数万亿颗行星中的一颗，而生命、智慧生命是这数万亿个世界中极少数的奇迹之一，而你就是这个奇迹的一部分。当你想到宇宙可能正在收缩，当你知道星系可能正在彼此靠近，当你意识到时间可能有另一个方向，你不会感到恐惧，因为你知道，无论宇宙膨胀还是收缩，无论时间向前还是向后，你都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。你的存在与宇宙的演化紧密相连，你是宇宙理解自身的方式之一。这种联系不是神秘的玄想，而是真实的物理事实。你的身体由原子构成，这些原子是在恒星内部通过核聚变创造出来的。你身体里的铁来自一颗几十亿年前爆炸的恒星，你身体里的碳来自几代恒星的物质循环，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粒子都经历过宇宙演化的某些极端条件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你是宇宙的遗迹，是它数十亿年演化的结晶。当你躺在这里，当你感到困意来临，当你的意识开始模糊，你正在与宇宙同步。你的睡眠是身体休息的时间，也是意识探索的时间。在睡梦中，你可能会梦到星星，梦到宇宙，梦到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。但无论你梦到什么，你醒来时都会发现，你依然在这个宇宙中，依然是它的一部分。这让我们不再害怕。我们害怕死亡，因为我们以为死亡意味着消失，但实际上，我们的物质不会消失，它们会继续参与宇宙的循环。我们的信息也不会完全消失，它们会在其他存在的记忆中留下痕迹。即使宇宙收缩，即使所有生命消亡，即使一切回归起点，那个起点之后会有新的宇宙、新的生命、新的文明。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会真正消失。我们甚至可以更乐观一点，我们存在过，思考过，感受过，爱过，这些经历是真实的，即使它们不会永远持续，就像一场美梦。即使醒来后梦消失了，但梦中的感受依然留在我们的记忆中。我们的存在就是一场宇宙尺度的梦，短暂的，美丽的，值得珍惜的。我们从时间倒流的假设开始，发现时间不是绝对的，它的方向取决于宇宙的状态。我们看到了星系归途的壮丽图景，理解了膨胀不是分离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重逢准备。我们追踪了光的回溯，意识到我们通过光看到的宇宙，其实是通过时空结构看到的宇宙。我们见证了温度的攀升，理解了宇宙正在回忆它的过去。我们探索了时空坍缩的极端条件，发现了虚无不是真正的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另一种存在的形式。我们思考了因果倒置的哲学含义，意识到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深受我们自身存在条件的影响。我们哀悼了生命在宇宙收缩中的命运，但发现
消亡不是终点，而是转化的起点。我们发现了宇宙轮回的图景，理解了每一次终结都是下一次开始的前提。宇宙是巨大的，我们只是其中微小的存在；宇宙是古老的，我们只是其中短暂的一瞬。但正是这微小和短暂，让我们感到珍贵。我们不会永远存在，但正因如此，我们的每一次呼吸，每一次思考，每一次感受，都值得珍视。晚安，愿你的梦里有星星的光。